在之前的视频中，我有聊到，我其实是在35岁才决定出国的。那么今天我想聊一聊，为什么当我决定出国之后，我会选择留学这条路，并且为什么我会选择加拿大作为我的目的地。在视频的最后，我还想结合我这几年在北美和欧洲的职场观察，总结一个可能被很多人忽略的大龄留学生的隐藏优势。首先声明一下，我今天的分享是完全基于个人认知和经历，没有任何的官方依据，如有偏颇，请你以自己的判断为主。那么先来说，我为什么要选择留学这条路呢？我想研究过出国途径的人应该都知道，合法的并且不用花太大价钱的出国途径主要有3种：留学、工作和一步到位的技术移民。那么对于我来讲，我的年龄加上我之前的专业和工作背景，其实基本上已经告别技术移民了。而且我不太相信国外的公司会直接帮我这个非紧缺职业的人直接申请工签，所以留学变成了我唯一可以选择的渠道。那么决定了留学这条路之后，下一步就是要选专业。有的人会把选专业和选国家放在一起看，因为如果你的留学目的是为了将来能够留下的话，那么你尽量要选择的是当地的紧缺职业。但是据我的观察，其实每个国家的紧缺职业大概也就是2个方向，一个是 IT， 再一个是 accounting， 或者是你可以选择读一个大专，将来做一些蓝领的工作。那么对于我来讲呢，本身我是属于签证拒签的高危群体，单身大龄女性，又没有其他的依赖，所以我必须要有一个非常合理的出国理由，才会避免被拒签。所以讲到前面的专业，大专我不能考虑，因为我是本科毕业，如果我倒读的话，拒签的风险是很大的。IT 和 accounting 呢，因为我之前的工作是没有这方面相关的经验的，所以我如果要是选择转专业，比方说去申请一个硕士，那我其实是需要在入学前做很多准备，并且在申请的时候，我可能就需要先提前学习一些这方面的内容。但是我个人来讲又不是十分的感兴趣，所以最后最保险的专业对于我来讲就是 MBA。我知道在国内很多人对 MBA 的认识是觉得那是一个去找人脉的专业，并不是真正学知识的。但是根据我学下来的经历，我觉得 MBA 是一个非常好的进行职业晋升或者是转行的起点。因为在学习 MBA 的过程当中，你会学习到 strategy、marketing、accounting、finance、operations，几乎就是在整个公司运营的过程当中，你能涉及到的方方面面的最基本的知识。那么当你重新学完了这些之后，你可以看一下你是否要继续走你原来的那条路，还是说你想转变一个方向。在北美那边，很多人都是通过读 MBA， 最后转行到了金融这个方向上去。那么专业也选好了，现在我们就要确定去哪个国家。我当时是咨询了所有有过留学经验的朋友，他们有去过美国、英国、新加坡、澳洲、新西兰等等。我其实最想去的是澳洲，因为我是一个喜欢户外运动的人，我觉得澳洲是一个特别适合徒步的地方。但是出乎我意料的是，他们所有的人的意见都出奇的统一，他们觉得以他们对我的认识，觉得我是一个出去了就不会想回来的人，所以我最好能够选择一个很稳妥的，或者相对来讲移民最友好的国家。所以所有的人都推荐加拿大，即使他们没有任何人真正的去过加拿大。不知道为什么加拿大对于大家的印象那么好。不过我现在得说，我非常感谢他们当时帮我做了这个决定，因为在我毕业之后不到1年，我就拿到了永居。我其他的中国的同学，除了本来就是打算一毕业回国的以外，剩下的人也都顺利的找到了工作，在1-2年之内都拿到了永居。所以可以说
至少在当时我的那个决策是正确的。那么说到移民类和非移民类国家，我现在的认知，他们的主要区别是在于，留学生毕业了之后找工作的难易程度。那对于移民国家，像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它是会直接给你发一个1到3年的工作签证。你拿着这个工作签证，如果找到了工作的话，你的公司是不需要额外支持你申请任何文件的，你是直接可以在工签有效期内在这个公司工作，直到你的签证到期。而在加拿大呢，往往在你工签到期之前，你就已经符合了 CEC， 就是加拿大本地经验的那个移民类别的分数，所以你很快也就会达到移民的标准，所以不需要公司为你做任何事情，你就可以自己去申请永居了。而在非移民类国家，我了解到的是，他们会给留学生的这个签证叫做找工作签证，也就是说，你找到了工作之后，你的公司还是必须要为你申请工作签证的。然后这个工作签证又有一定的薪资门槛。其实你可以想象一下，对于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没有任何的工作经验，你很难找到一个相对来讲高薪的职业。而从公司的角度来说，他如果要是招聘一个本地的人，是不是可以省去很多行政上面的成本？所以这就是说，为什么非移民类国家没有那么友好，因为它不像移民类国家那样，你读完书之后，公司不用付任何的成本，你自己也不用再去有任何的成本，就能够达到移民要求。我突然想到，我有2个例子，即使是在移民的国家，其实也不一定就非常的容易。比方说，我有一个朋友，他其实是比我去加拿大还早个2、3年先去的澳大利亚，他当时是拿着澳大利亚的旅行工作签，那个签证是有一个30岁的年龄限制，他当时应该就是卡着30岁的年龄线抢到了这个签证。他去到那边之后，先是旅行工作，之后又申请了学校，后来也找到了工作。但是就在我从加拿大来西班牙的那一年，他回了国。原因呢，就是因为澳大利亚的移民政策特别的不稳定。据他说，比方说你当时是选择了一个紧缺专业去读，但是你读个3、4年之后，等你毕业的时候，这个紧缺专业可能就从 list 上被摘掉了，然后就会有人选择再去读一个新改的紧缺专业，但是也许当你毕业的时候，那个紧缺专业又被摘掉了。所以他当时就是在他工作签到期之前，他没有满足移民加分，所以就只能回国了。还有一个例子是在美国的朋友，在美国他也是在学习之后有工签，但是在工签到期之前，公司也没能帮他申请下来 H1B， 所以呢，他后来就又读了第2个学历、第3个学历，7年时间，他一共读了3个专业，但是最后都没有能够留下。他最后是转战到了加拿大，申请不到1年就被批了永居。所以综合我的经验，我看到的这些，我觉得加拿大还是一个相对来讲移民比较友好的国家。但是这几年由于某个族裔，他们钻了很多移民政策的漏洞，导致现在加拿大的就业市场也比较混乱。所以呢，加拿大的政府已经收紧了部分移民政策，但是我相信对于已经在加拿大读书，想要通过 CEC 经验类移民，就是有本地学历和本地工作经验加分的这个群体来讲，我觉得可能还是相对来讲比其他的国家更容易吧。不过 again， 这只是我自己目前的认知，
这并不代表官方依据，所以如果你的调查结果跟我说的不一样，那么请以你自己的为准。最后呢，我来聊一聊大龄留学生的隐形优势。这个优势其实也可以削弱我们刚才讲的非移民类国家对于留学生之后找工作的影响。首先呢，是实习生这个概念。我觉得在国内，对于应届毕业生来讲，他肯定是本科毕业之后的第一年被叫做应届毕业生吧。你之后再额外深造，不管是什么情况，你都不可能再有应届毕业生这个身份了。但是在国外不是这样的，只要你是读完了一个新的专业，不管你是多大，像我的同学里边是有50多岁也还在读书的，那么他们毕业了之后是跟正常的大学生一样的，都是可以去公司实习的。那么这个就给了很多想要晋升或者是做职业转行的人第二次重生的机会。他们就是可以利用实习生的这个身份到公司里边去工作，一方面是在上学期间就向公司展示了自己工作能力怎么样，而从公司的角度来讲呢，他们招一个实习生来又不用花太大的成本。如果说这个人真的不行，大不了实习结束不给他转正就可以了。这个成本是要比他们直接招聘一个 full time 的员工要小很多的，所以这属于一个双赢的选择。像我在加拿大和荷兰的公司就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明明几个月前这个员工来找我的时候他还是实习生，但是几个月之后我看他就直接转正变成了这个部门的经理。大龄有工作经验的留学生相对于没有工作经验的留学生来讲，你的优势就在于你能够找到一个高薪的工作，可能会让你更快的达到公司为你申请工签的工资门槛。不过这也确实还是没有移民类国家友好吧，因为毕竟移民类国家学生和公司都不需要付出什么成本。好了，那么今天就先聊到这儿。之后的视频我会聊一聊我在加拿大怎么找的工作，怎么申请到的永居。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一下哦。